我和前夫已经离婚1年了，我为了儿子第一次联系了我的前夫，没想到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。我给他发了一条信息，我问他在吗？没想到他很快就回了我，他说在啊，好久不见，有什么指示吗？看到他回的信息呢，他还是以前的那个口气，我就给他回了个信息。我说孩子要读初中了，花销也比以前多了，你也知道我现在就那么一点点的工资。我前夫还没等我把话说完，就给我转了5000块钱。他接着说，孩子是我们的，这也是我应该承担的责任。当初你死活要争取孩子的抚养权，我就知道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会很辛苦。当时我看你的态度很坚决，非要把孩子留在你身边陪伴，所以我也没再说什么，只好同意了。看到前夫回的信息，我说谢谢你的理解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我刚把话说完，前夫又给我转了6000块钱生活费，还让我赶紧收下。我说生活费我还有，反正公司里管吃管住。他说公司里面的饭菜也不好吃，还没有啥营养，你周末休息的时候你就给孩子做点好吃的。随后我问他，你最近1年过得怎么样啊？他回我说还是老样子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去夜市卖点玩具和小百货啥的，有时候一个晚上就能挣个200-300块钱。虽然辛苦，但是生活过得很充实。以前下班回家总是能吃上你做的热乎饭菜，现在下班回家总感觉屋里空荡荡的，很孤单，没有一点家的感觉，所以就想去夜市赚点钱，还能打发时间。当时我听到这里，我说你别说了，我都后悔和你离婚了。孩子现在正是青春期，动不动就发火，前几天非要打游戏，我不让打，他就摔东西，把家里的玻璃都砸坏了。我生了气还打了他，结果孩子说他要找爸爸。原来我以为只要离婚了，我就可以自由了，结果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。离婚对孩子的影响太大了，自打咱俩离婚以后，孩子就不怎么爱说话了，最近都不想去上学了。我整天是学校家里两头跑，弄得我是焦头烂额，总是请假。公司领导也批评我，有时候我晚上下楼想带着孩子出去遛弯，他都不愿意出去。看到别人一家3口玩得那么开心，我心里是既心酸又悲伤。这时候我前夫就说了，你不要说了，我又何尝不是呢？只怪我当初太年轻太任性了，脾气暴躁，动不动就想发火。其实我也非常后悔，现在邻居们都说，我爸妈也怪我把老婆和孩子都给弄丢了，还说我一点用都没有，不是个好东西。说真的，我现在真的好累。他紧接着又说，既然你我都饱受着痛苦的煎熬，不如我们复婚吧。接着他又给我转了8000块钱，然后他说这是他1个月的工资。不一会儿他又给我转了10万块钱，他说这是他1年存的钱，我们复婚吧。紧接着他又说，我知道当初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亲手把这个家给拆了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刚结婚的时候，你跟着我住出租屋，吃了那么多苦，却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。那时候我工资不高，每个月发了工资，你总是先给我买件新衣服，自己却舍不得添一件，就连一支口红都是选最便宜的那种。后来我换了工作，工资涨了，就开始飘了，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，每天下班要么和朋友出去喝酒，要么就抱着手机打游戏，从来不管你和孩子。你每天下班回家，既要做饭洗衣服，还要辅导孩子写作业，我却从来没有搭过一把手，甚至有时候你累得抱怨2句，我还会冲你发脾气，说你矫情事多。有一次孩子发烧到39度8，半夜里你急得直哭，拉着我要带孩子去医院，我却因为前一天晚上和朋友喝多了，不耐烦地推开你，说你小题大做，孩子发烧很正常，吃点退烧药就好了，还骂你耽误我睡觉。现在想想，我那时候真是混蛋到家了。你一个女人，大半夜抱着孩子，冒着寒风去医院，一路上该有多害怕，多无助啊！而我却在温暖的被窝里呼呼大睡，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。还有上次你妈妈生病住院，你让我请假陪你去医院照顾几天，我却说工作忙走不开，还说你家里有兄弟姐妹，轮不到我一个外人插手。现在我才明白，你嫁给我就是把我当成了最亲近的人，可我却一次次伤你的心，一次次忽略你的感受。
我看着手机屏幕上的文字，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，模糊了视线。那些被我刻意尘封的回忆，此刻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，每一个细节都清晰的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我想起刚结婚时的甜蜜，想起出租屋里的烟火气，想起我怀着孩子的时候，他虽然穷，却会每天下班给我买我爱吃的水果，会笨拙的给我揉腿，会对着我的肚子轻声说话，说要给我和孩子更好的生活。可后来他变了，变得浮躁、自私、脾气暴躁，我们之间的争吵越来越多，从一开始的争执到后来的冷战，再到最后的歇斯底里，直到那句离婚脱口而出。我们都没有回头，我擦了擦眼泪，手指颤抖着回复他，这些事情我都记得，我也恨过你，恨你不懂珍惜，恨你让我和孩子受了那么多委屈。可我也知道感情的事情不是一个人的错，我也有问题，那时候我太固执，太要强，你发脾气的时候，我从来不会低头，只会跟你硬碰硬。明明心里很在乎，却非要装出无所谓的样子。我以为只要我足够坚强，就能一个人带着孩子好好过，就能让孩子不受委屈。可我错了，我错得太离谱了。信息发出去没多久，前夫就打来了电话。电话那头的他声音带着明显的哽咽：欣欣，我知道你也不好过。这一年来，我没有一天不再后悔，没有一天不再想你和孩子。我每天晚上去夜市摆摊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一家人，心里就像被针扎一样疼。有一次，我看到一个小男孩牵着爸爸妈妈的手，吵着要吃棉花糖。那个小男孩的样子和我们家浩浩小时候一模一样，我当时就忍不住哭了。我想起浩浩小时候也是这样牵着我们的手，吵着要玩具要零食。那时候我们一家人多幸福啊，可我却亲手把这份幸福给毁了。浩浩现在怎么样了？他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？我知道我对不起他，我没有尽到一个做爸爸的责任。离婚后我不敢去看他，我怕他恨我，怕他不想见我，更怕看到你失望的眼神。我只能偷偷地打听他的消息，从邻居那里得知他变得不爱说话，不爱笑，我心里就特别难受。欣欣，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们复婚，重新组建家庭，我一定会改掉我的坏脾气，不再喝酒，不再打游戏，下班就回家帮你做饭、洗衣服，辅导浩浩写作业，好好照顾你和孩子，弥补我过去所有的过错。电话这头的我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，只能一个劲地掉眼泪。我想起浩浩前几天哭着说我要找爸爸的样子，想起他砸坏玻璃时的暴躁，想起他不愿意出门，不愿意上学的颓废，想起我自己每天焦头烂额、身心俱疲的样子，我动摇了。我真的很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，很想回到过去，回到那个虽然不富裕，却充满烟火气的日子。可我又害怕他只是一时兴起，害怕他改不了他的坏脾气，害怕我们再次重蹈覆辙，到时候我和孩子只会受到更大的伤害。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，浩浩从房间里走了出来，他揉着眼睛，脸上还带着未干的泪痕，小声地问我：妈妈，是爸爸吗？我想和爸爸说话。我看着浩浩期盼的眼神，心里一软，把手机递给了他。浩浩接过手机，小声地喊了一句：爸爸。电话那头的前夫听到浩浩的声音，瞬间哭出了声。浩浩，我的好儿子，爸爸在，爸爸在呢。对不起，浩浩，爸爸对不起你，爸爸不该离开你和妈妈，不该让你受委屈，你原谅爸爸好不好？爸爸以后一定会好好陪你，带你去游乐园，带你去吃你爱吃的汉堡，带你去放风筝，就像你小时候一样，好不好？浩浩没有说话，只是一个劲的掉眼泪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哽咽着说：爸爸，你真的会回来吗？你不会再离开我和妈妈了吗？我不想再一个人了，我想让爸爸妈妈都陪在我身边。会的，浩浩，爸爸一定会回来的，爸爸再也不会离开你和妈妈了。前夫的声音越来越哽咽。浩浩，你等着爸爸，爸爸明天就过去看你，给你买你最喜欢的奥特曼玩具，好不好？好。浩浩用力的点了点头，挂了电话，扑进我的怀里，抱着我的脖子放声大哭起来。妈妈，我想爸爸，我想让爸爸回来，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好不好？我抱着浩浩，眼泪也止不住的流。我轻轻抚摸着他的头，哽咽着说：
浩浩，对不起，是妈妈不好，是妈妈让你受委屈了，妈妈会好好考虑的，会给你一个交代，好不好？浩浩点了点头，紧紧地抱着我，仿佛一松手我就会消失一样。那天晚上，浩浩睡得格外安稳，还在梦里喊着爸爸，脸上带着浅浅的笑容。看着浩浩熟睡的样子，我心里五味杂陈，一边是对过往伤害的恐惧，一边是对完整家庭的渴望，还有对浩浩的愧疚。我知道我不能再犹豫了，我必须做出一个决定，一个对我对浩浩都负责的决定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还没有起床，就听到了敲门声。我打开门一看，是前夫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外套，眼睛布满了血丝，脸上还有淡淡的黑眼圈，手里拎着一大袋东西，有浩浩最喜欢的奥特曼玩具，有新鲜的水果，还有我爱吃的早餐。他看到我脸上露出了局促的笑容，小心翼翼地说：欣欣，我过来看看你和浩浩，买了点东西，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。我看着他，心里一阵酸涩。这一年来，他确实变了，不再像以前那样浮躁张扬，变得沉稳内敛，眉宇间多了几分疲惫，也多了几分愧疚。我侧身让他进来，他小心翼翼地走进屋里，目光四处张望，仿佛对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家充满了眷恋。浩浩听到动静，从房间里跑了出来，看到前夫，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，快步跑过去，抱住他的腿，大声喊着：爸爸，爸爸，你真的来了！前夫蹲下身，紧紧地抱住浩浩，眼泪再次掉了下来。他轻轻抚摸着浩浩的头，声音温柔的不像话：浩浩，爸爸来了，爸爸来看你了。他从袋子里拿出奥特曼玩具，递给浩浩：浩浩，你看，这是爸爸给你买的，喜欢吗？喜欢，谢谢爸爸。浩浩接过玩具，开心的手舞足蹈。这是我离婚1年来第一次看到浩浩笑得这么开心，这么灿烂。看着他们父子俩温馨的样子，我心里的坚冰一点点开始融化。前夫陪浩浩玩了一会儿，就主动走进厨房，说要给我们做早餐。我站在厨房门口，看着他笨拙却认真的样子，心里一阵温暖。以前他从来不会进厨房，连煤气灶都不会开，可现在他却能熟练地煎鸡蛋、煮牛奶，动作虽然有些生疏，却格外认真。早餐的时候，前夫不停地给我和浩浩夹菜，叮嘱浩浩多吃点，叮嘱我照顾好自己，不要太辛苦。他还跟我说，他已经辞掉了原来的工作，找了一份朝9晚5的工作，虽然工资没有以前高，但是很稳定，下班就能回家，再也不用出去喝酒、打游戏了，也不用去夜市摆摊了，以后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我和浩浩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地吃着早餐，心里却在不停地挣扎。我能看到他的改变，能感受到他的诚意，可我还是无法完全放下过去的伤害。我想起他以前的种种混蛋行为，想起我和孩子受过的委屈，心里就会隐隐作痛。我害怕他只是一时的改变，害怕他过不了多久就会变回原来的样子。吃完早餐，前夫主动收拾碗筷，然后去打扫卫生，把家里的每个角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浩浩一直跟在他身边，爸爸长爸爸短的喊着，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。看着他们父子俩的样子，我心里的防线越来越松动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什么？是我妈妈打来的电话。我接起电话，妈妈的声音就传了过来：欣欣，你最近怎么样？浩浩还好吗？我听说你最近经常请假，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？我鼻子一酸，把最近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妈妈。妈妈沉默了一会儿说：欣欣，妈知道你受委屈了，也知道你害怕再次受到伤害，可你也要想想浩浩，他还那么小，正是需要爸爸妈妈陪伴的时候。离婚对孩子的伤害太大了，你看浩浩这1年来的变化，你难道不心疼吗？妈也知道他以前确实混蛋，对不起，你和浩浩可人都会犯错，都会成长，他现在已经知道错了，也在努力改变，你就给他一次机会，也给你自己一次机会，给浩浩一个完整的家。当然，妈不是逼你，最终的决定还是要你自己做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妈都支持你。挂了妈妈的电话，我看着前夫和浩浩，心里已经有了一丝动摇。我走到前夫身边，轻声说：我们谈谈吧。前夫听到我的话，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，他点了点头，
把浩浩哄进房间，然后跟着我走到客厅，坐在我对面，眼神里充满了期待，也充满了愧疚。我知道你现在在努力改变，也知道你很有诚意。我看着他轻声说，可我还是无法完全放下过去的伤害。我害怕我们再次重蹈覆辙，害怕你改不了你的坏脾气，害怕我和浩浩再次受到伤害。前夫低下头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抬起头，眼神坚定地看着我。欣欣，我知道我以前做了很多伤害你的事情，我也知道你不可能一下子就原谅我。我不奢求你立刻原谅我，也不奢求你立刻答应复婚，我只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，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以后我再也不会发脾气，再也不会喝酒打游戏，再也不会忽略你和浩浩的感受。我会下班就回家，帮你做家务，辅导浩浩写作业，好好照顾你和孩子，用我的一生来弥补你和浩浩。我知道空口说白话没有用，我会用行动来证明。以后你可以随时监督我，只要我有一点做得不好，你可以随时提出，我一定改正。如果我做不到，我绝不会再纠缠你，会彻底从你和浩浩的生活中消失，再也不打扰你们。看着他坚定的眼神，听着他真诚的话语，我心里的坚冰终于彻底融化了。我想起浩浩期盼的眼神，想起妈妈说的话，想起这一年来我和浩浩所受的委屈和痛苦，我点了点头，哽咽着说，从今以后我给你一次机会，但是你要记住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。这是你如果我发现你有一点没变，有一点对不起我和浩浩，我绝不会再原谅你，我们之间就真的没有可能了。前夫听到我的话，激动的一下子站了起来，紧紧地抱住我，声音哽咽着说，谢谢你，欣欣，谢谢你给我机会，我一定会珍惜这个机会，绝不会让你和浩浩失望的。我保证。我靠在他的怀里，眼泪再次掉了下来。这一次不是悲伤的眼泪，而是感动的眼泪，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眼泪。我以为我们的生活终于可以回到正轨，我和浩浩终于可以拥有一个完整的家，终于可以摆脱过去的痛苦，迎来幸福的生活。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，更大的矛盾和考验还在后面等着我们。前夫搬了回来，我们虽然没有立刻去复婚，但已经像以前一样过着一家三口的生活。前夫确实变了很多，每天下班就回家帮我做家务，辅导浩浩写作业，对我和浩浩也格外温柔体贴。浩浩也变得越来越开朗，越来越爱笑，不再像以前那样沉默寡言、暴躁易怒，也愿意去上学了，学习成绩也有了明显的进步。看着这一切，我心里很是欣慰，以为我们真的可以重新开始，以为过去的伤害都会慢慢被时间抚平。可没过多久，我就发现有些东西一旦被破坏，就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。前夫虽然表面上改了坏脾气，但骨子里的浮躁和自私并没有完全改掉。有一次，他的朋友打电话来约他出去喝酒，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答应了。虽然他跟我说只是去陪朋友喝2杯，很快就回来，可他还是喝到半夜才回来，身上满身的酒气。虽然没有像以前那样冲我发脾气，但也显得格外不耐烦。我很生气，跟他吵了起来。你不是答应我再也不喝酒了吗？你不是说要好好照顾我和浩浩吗？你现在又去喝酒，喝到半夜才回来，你把你的承诺当成什么了？前夫皱着眉头，不耐烦地说，我这不是没办法吗？那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约我出去，我不好拒绝，我就喝了2杯，又没有喝醉，你至于这么小题大做吗？小题大做。我看着他，心里一阵心寒。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？你知道浩浩晚上醒来问我爸爸去哪里了，我有多难过吗？你答应我的事情一件都没有做到，你根本就没有真正改变，你只是一时的新鲜感，一时的愧疚，对不对？我没有。前夫也提高了音量，语气也变得暴躁起来。我只是喝了2杯酒而已，你就不能体谅我一下吗？我每天上班那么辛苦，偶尔出去放松一下怎么了？你以前也不是这样的，你以前很体谅我的，怎么现在变得这么矫情，这么无理取闹？听到他说的话，我心里彻底凉了。我看着他，仿佛又看到了以前那个自私、暴躁、不讲理的他。我笑了，笑的眼泪都掉了下来。我矫情，我无理取闹，
我之所以变成这样，还不是因为你，还不是因为你以前一次次伤害我，一次次让我失望。我以为你真的改变了，我以为你真的会珍惜我们之间的机会，我以为你真的会好好照顾我和浩浩，可我错了，我错得太离谱了。你根本就没有改变，你还是以前的那个你，从来没有变过。我们吵得越来越凶，声音越来越大，把熟睡的浩浩给吵醒了。浩浩从房间里跑了出来，看到我们吵架，吓得一下子哭了起来，抱着我的腿大声喊着：妈妈，爸爸，你们不要吵了好不好？我害怕，我不想你们吵架。看到浩浩害怕的样子，我和前夫都停下了争吵。前夫看着浩浩，脸上露出了愧疚的表情，他蹲下身想要抱住浩浩，可浩浩却害怕地躲开了，紧紧地抱着我的腿，不敢看他。前夫的手僵在半空，脸上露出了尴尬和愧疚的表情。浩浩，对不起，是爸爸不好，爸爸不该和妈妈吵架，不该吓到你。前夫的声音带着愧疚，爸爸以后再也不喝酒了，再也不和妈妈吵架了，好不好？浩浩没有说话，只是一个劲地哭，紧紧地抱着我。我抱着浩浩，看着前夫，心里充满了失望和绝望。我知道这一次我再也不能自欺欺人了，他根本就没有真正改变，他所谓的改变只是一时的伪装，只是为了让我答应复婚而做的表面功夫。那天晚上，我抱着浩浩在房间里坐了一整夜，浩浩哭累了，靠在我的怀里睡着了，脸上还带着未干的泪痕，嘴角却微微抿着，像是在梦里，还在害怕我们吵架。我轻轻抚摸着他柔软的头发，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，一边是孩子渴望完整家庭的眼神，一边是前夫屡教不改的本性。我陷入了无尽的挣扎，不知道自己当初的决定到底是对还是错。天快亮的时候，我才迷迷糊糊地睡去，梦里全是我们刚结婚时的甜蜜，还有后来无休止的争吵，以及浩浩哭着喊爸爸妈妈的样子。醒来时，枕头已经被泪水浸湿了一大片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没有像往常一样起床做早餐。前夫起来后，看到我脸色苍白，眼睛红肿，脸上露出了一丝愧疚，小心翼翼地问我：欣欣，对不起，昨天晚上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喝酒，不该跟你吵架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我已经跟我那个朋友说了，以后再也不跟他出去喝酒了，我说到做到。他一边说，一边伸手想要碰我，我却下意识地躲开了，他的手僵在半空，眼神里满是失落。浩浩醒来后，看到气氛不对，也变得小心翼翼起来，不再像往常一样缠着前夫玩，只是默默地坐在沙发上，抱着他的奥特曼玩具，眼神黯淡。前夫看到浩浩的样子，心里更加愧疚，主动去厨房做了早餐，把煎好的鸡蛋小心翼翼地放在我和浩浩面前，不停地叮嘱我们多吃点，可我却一点胃口都没有，只是默默地喝着牛奶，一句话也不想说。吃完早餐，前夫主动收拾好碗筷，然后走到我身边，低声说：欣欣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我也知道，我昨天的行为让你很失望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真的会改，我再也不喝酒，再也不跟你吵架了，我会好好照顾你和浩浩，再也不让你们受委屈了。他的声音带着恳求，眼神里满是卑微，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样子。可我心里的失望却丝毫没有减少。我看着他，轻声说：我给过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不珍惜前夫。你告诉我，你所谓的改变到底是什么？是一时的愧疚，还是一时的新鲜感？你口口声声说会改，可你还是忍不住出去喝酒，忍不住跟我发脾气。你根本就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你只是觉得只要哄好我，只要我们复婚，我决定了，一切就都能回到过去。可你错了，有些伤害一旦造成，就再也无法弥补了。前夫低下头，沉默了很久才抬起头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声音哽咽着说：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是故意要喝酒的。我那个朋友，他最近遇到了难处，心情不好，拉着我喝酒，我一时心软就答应了。我以为我能控制住自己就喝2杯，可没想到喝多了。我也不想跟你吵架，我只是觉得你不体谅我，一时冲动才跟你发脾气的。欣欣，我真的很珍惜这个机会，我真的不想再失去你和浩浩了。
你再相信我一次，好不好？就在这时，浩浩突然开口了，他小声地说：“妈妈，你就原谅爸爸吧，爸爸知道错了，他以后再也不会喝酒了，再也不会跟你吵架了。我想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我不想再没有爸爸了。”说完，浩浩走到我身边，拉着我的衣角，眼神里满是期盼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。看着浩浩期盼的眼神，我心里一软，眼泪又忍不住掉了下来。我知道浩浩还小，他不懂大人之间的恩怨，他只想要一个完整的家，只想要爸爸妈妈陪在他身边。我何尝不想给浩浩一个完整的家，何尝不想摆脱这种痛苦的挣扎？可我真的害怕再次受到伤害，害怕浩浩再次因为我们的争吵而受到伤害。我沉默了很久，才轻声说：“浩浩，妈妈知道你想爸爸，可妈妈真的很害怕，害怕爸爸以后还会像以前一样，还会跟妈妈吵架，还会忽略我们。妈妈不会的。”浩浩用力地摇了摇头，拉着我的手看向前夫：“爸爸，你向妈妈保证，以后再也不会喝酒，再也不会跟妈妈吵架了，好不好？”前夫立刻点了点头，眼神坚定地说：“浩浩，爸爸保证，以后再也不会喝酒，再也不会跟妈妈吵架了。爸爸会好好照顾你和妈妈，再也不让你们受委屈了。如果爸爸做不到，你就再也不要理爸爸了，好不好？”浩浩点了点头，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，然后拉着我和前夫的手，把我们的手放在一起，轻声说：“爸爸妈妈，我们以后再也不要吵架了，我们一家人好好在一起，好不好？”看着浩浩纯真的笑容，我心里的防线再次被冲破。我点了点头，哽咽着说：“好，我们一家人好好在一起，再也不吵架了。”前夫听到我的话，激动地握住我的手，眼泪掉了下来。他用力地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谢谢你，欣欣，谢谢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珍惜这个机会，绝不会让你和浩浩失望的。”那一刻，我以为我们真的可以放下过去的恩怨，好好在一起。可我没有想到前夫的恶并没有就此停止，他只是把那份浮躁和自私藏得更深了。而他的弱点好面子，经不起朋友的怂恿，也终究会再次暴露出来，给我们这个刚刚有起色的家庭带来更大的打击。自从那次吵架之后，前夫确实收敛了很多，不再出去喝酒，也不再跟我发脾气，每天下班就回家帮我做家务，辅导浩浩写作业，对我和浩浩也更加体贴。浩浩的性格也越来越开朗，不仅愿意去上学，还主动报名参加了学校的课外活动，学习成绩也稳步提升，有时候还会主动跟我们分享学校里的趣事，家里的气氛也变得越来越融洽。我心里也渐渐放下了过去的芥蒂，开始重新相信前夫，开始憧憬我们未来的生活，甚至开始商量着等浩浩放寒假就去民政局办理复婚手续。可这份平静并没有持续太久，有一天前夫下班回家，脸色很难看，一言不发地坐在沙发上，眉头紧锁，手里还攥着手机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我看到他的样子，心里咯噔一下，连忙走过去，轻声问他：“怎么了？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什么麻烦了？”前夫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语气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没什么，你别管了。”他的语气让我心里一阵不舒服，我能感觉到他又开始烦躁了。可我还是耐着性子说：“有什么事情，我们可以一起商量，别一个人憋在心里，这样对身体不好。”前夫沉默了一会儿，才缓缓地说：“我那个朋友他欠了别人一笔钱，现在别人找上门来了，让他赶紧还钱。他没有钱就来找我，让我帮他担保，或者借给他一笔钱。我跟他说我现在没有多余的钱，也不能帮他担保，他就生气了，说我不够朋友，还说我当初困难的时候他帮过我，现在他有困难了，我却不帮他，还跟我吵了一架。”我听了之后心里也有些无奈，轻声说：“我知道你重情义，可担保这种事情不能随便答应，万一他还不上钱，我们就要承担责任，到时候我们的日子也会不好过。还有，我们现在的钱都是用来养浩浩，用来维持家里的开销的，也没有多余的钱可以借给他，你跟他好好说说，他应该会理解的。”可我没有想到，前夫却一下子站了起来，语气暴躁地说：“理解他怎么可能理解？
他说我忘恩负义，说我现在日子好过了，就忘了他当初的恩情。我从小到大就他一个真心对我的朋友，我不能对不起他。再说了，我当初困难的时候，他确实帮过我。现在他有困难了，我怎么能不帮他？看到他又变回了以前的样子，我心里一阵心寒，轻声说：“前夫，你冷静一点。我们不是不帮他，是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帮他。你想想，我们现在的日子虽然平静，可也并不富裕。浩浩要读初中，以后还要上高中，大学需要很多钱，我们不能冒这个险。再说了，真正的朋友是不会强人所难的。他如果真的把你当朋友，就不会逼你做你做不到的事情。你懂什么？”前夫大声地打断我：“你从来都不懂得什么是情义，你只知道在乎钱，在乎你自己。当初我们离婚，也是因为你太自私、太要强，从来都不体谅我。现在我想帮我的朋友，你也拦着我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他的话像一把尖刀，狠狠扎进我的心里。我看着他，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。我说：“我在乎钱，是因为我们要养浩浩，是因为我们的日子来之不易。我不想因为你的一时冲动，再次毁掉我们的生活。我体谅你，可你体谅过我和浩浩吗？你还记得你当初的承诺吗？你说过你会好好照顾我和浩浩，再也不会发脾气，再也不会做让我们受委屈的事情。可你现在又在做什么？我们又一次吵了起来，这一次比上一次还要激烈。”前夫越说越激动，甚至忍不住摔了桌上的杯子，杯子碎了一地，碎片溅到了我的脚上，划出了一道小小的伤口，渗出血来。浩浩听到我们吵架的声音，从房间里跑了出来，看到地上的碎片，看到我脚上的伤口，吓得一下子哭了起来，抱着我的腿大声喊着：“妈妈，爸爸，你们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妈妈，你疼不疼？”看到浩浩害怕的样子，看到我脚上的伤口，前夫才渐渐冷静下来，他脸上露出了愧疚的表情，连忙走过来，想要查看我的伤口，嘴里不停地说：“欣欣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该跟你吵架，不该摔东西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事？我带你去医院看看。”我推开他的手，眼神里满是失望和绝望。我说：“不用你管。”我没事，前夫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根本就没有真正改变，你骨子里的暴躁和自私从来都没有消失过，你所谓的改变只是一时的伪装，只是为了让我答应复婚，一旦遇到一点事情，你就会原形毕露。我真是瞎了眼，才会再次相信你，才会以为你真的会改。不是的，欣欣，你听我解释。前夫急得快要哭了，他蹲下身，想要抱住浩浩，想要求得我的原谅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一时冲动，我太好面子了，我不想被朋友说忘恩负义，我才会跟你吵架，才会摔东西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我再也不会这样了，我再也不会因为朋友的事情跟你吵架，再也不会摔东西了，我会好好照顾你和浩浩，再也不让你们受委屈了。浩浩抱着我的腿，一边哭一边说：“妈妈，你就原谅爸爸吧，爸爸真的知道错了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你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我不想我们一家人再分开了。”看着浩浩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，我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。可我也知道，我不能再心软了，我不能因为浩浩的恳求就再次原谅他，再次给我们自己带来伤害。我轻轻擦了擦眼泪，抱起浩浩，看着前夫轻声说：“前夫，我们之间真的不可能了。我给过你2次机会，可你都没有珍惜，你一次次的伤害我，一次次的让我失望。我们以后就分开，我再也承受不起了。浩浩还小，我不能让他一直生活在争吵和恐惧中。这里不欢迎你，我不能再拿我和浩浩的幸福去冒险了。你搬出去吧，以后我们还是各自过各自的生活。浩浩，我会好好照顾他，你可以来看他。但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们的生活了。”前夫听到我的话，整个人都僵住了，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声音哽咽着说：“欣欣，你真的要这么对我吗？你真的不再给我机会了吗？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这次我一定会改，我可以改，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我真的可以改，你再相信我一次，好不好？”他一边说一边不停地磕头，样子卑微到了极点。可我心里的决心却丝毫没有动摇。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
是你自己不珍惜。我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。我看着他，孩子，我带机会。语气坚定地说：“你搬出去吧，明天就搬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”说完，我抱着浩浩转身走进了房间，关上了房门，把前夫的恳求声都挡在了门外。房间里，浩浩还在不停地哭，我抱着他，眼泪也止不住的流。我知道这个决定对浩浩来说很残忍，可我没有办法，我不能再让他受到更大的伤害。那天晚上，前夫在客厅里坐了一整夜，他没有再敲门，也没有再恳求我，只是默默地坐在沙发上，偶尔发出一声叹息。我抱着浩浩也一夜没睡，心里充满了痛苦和挣扎。我不知道自己的决定到底是对还是错。我想给浩浩一个完整的家，可我又不能忍受前夫的暴躁和自私。我想摆脱过去的伤害，可我又不知道没有前夫，我和浩浩能不能过得更好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打开房门，看到前夫坐在沙发上，眼睛布满了血丝，脸上满是疲惫和愧疚。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张纸条，还有一个银行卡。我走过去，拿起纸条，上面是前夫的字迹，写着欣欣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这一次真的伤透了你的心，我也知道我再也没有资格要求你原谅我了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我今天就搬出去以后，我不会再打扰你们的生活了。这张银行卡里有我剩下的所有钱，一共12万，是我给浩浩的抚养费。以后我每个月都会再打2000块钱到你的卡上，直到浩浩成年。浩浩还小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，不要让他受委屈，不要让他因为我们的事情影响到他的成长。我会经常来看他，但是我不会再给你添麻烦。我只希望浩浩能健康快乐地长大，希望你能过得幸福。对不起，欣欣，这辈子是我对不起你和浩浩，如果有来生，我一定好好补偿你们。看着纸条上的文字，我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我知道前夫是真的知道错了，他也真的很珍惜我和浩浩，可他的性格，他的弱点终究让他无法真正改变，终究让我们无法回到过去。他的好面子，他的暴躁，他的自私，就像一道道鸿沟，把我们隔在了两边，再也无法跨越。前夫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走到我面前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了看房间里熟睡的浩浩，眼里满是不舍和愧疚。他轻声说：“欣欣，我走了，你好好照顾自己和浩浩，有什么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，我一定会过来帮忙的。”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地看着他，眼泪不停地掉下来。前夫犹豫了一下，没有再说话，转身走出了家门。关上了房门的那一刻，我听到了他压抑的哭声，我的心也跟着疼了起来。前夫走后，家里又恢复了以前的平静，可这份平静却多了几分冷清和落寞。浩浩醒来后，发现前夫不在了，就不停地问我：“妈妈，爸爸呢？爸爸去哪里了？他是不是又走了？他是不是不要我了？”看着浩浩期盼又害怕的眼神，我心里一阵心酸。我抱着他哽咽着说：“浩浩，爸爸没有不要你，爸爸只是去外地工作了，他会经常来看你的，他很爱你，很在乎你。”我不敢告诉浩浩真相，我怕他再次受到伤害，怕他再次变得沉默寡言，暴躁易怒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前夫果然没有再打扰我们的生活，只是每个月都会按时把抚养费打到我的卡上，偶尔会给我发信息询问浩浩的情况，问我过得好不好，却从来没有要求过要见我，只是有时候会在浩浩放学的时候偷偷地站在学校门口，远远地看一眼浩浩，然后就默默地离开。有一次浩浩放学的时候偶然看到了他，就大声喊着爸爸，想要跑过去，可前夫却转身快步离开了。浩浩站在原地哭了很久，我抱着他，心里也满是心疼。我知道前夫心里很愧疚，也很想念浩浩，可他也知道他没有资格再留在我们身边，没有资格再陪伴在浩浩身边。而我也渐渐走出了过去的阴影，努力工作，好好照顾浩浩。浩浩的性格也渐渐变得开朗起来，虽然有时候还是会问起爸爸，虽然还是会在梦里喊着爸爸，但他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暴躁颓废，也能安心的上学，认真的学习，甚至还会主动安慰我，说：“妈妈，我以后会好好听话，好好读书，不会再让你生气了，我们两个人也能好好生活。”可我心里却始终有一个疑问，
也始终有一份挣扎。我常常会想，如果当初我再给前夫一次机会，他会不会真的改变？如果当初我们没有那么冲动，没有轻易离婚，我们的家是不是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如果当初我能多体谅他一点，他能多收敛一点自己的脾气，我们是不是就能一直幸福的生活下去？有一天，我带着浩浩去公园玩，看到一对夫妻带着孩子，一家三口有说有笑，幸福美满的样子，我心里一阵酸涩。浩浩也停下了脚步，看着他们，眼神里满是羡慕，轻声说：“妈妈，我也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像他们一样在公园里玩。”听到浩浩的话，我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。我抱着他，轻声说：“浩浩，对不起，是妈妈不好，是妈妈没有给你一个完整的家。”就在这时，我看到不远处，前夫正站在那里，默默地看着我们。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，身形比以前消瘦了很多，眼神里满是愧疚和不舍。他看到我看到他了，愣了一下，想要转身离开，我却叫住了他。等一下，前夫停下脚步，缓缓地转过身，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惊讶和忐忑。他轻声说：“欣欣，我只是路过，我没有想要打扰你们，我现在就走。”不用了，我摇了摇头，抱着浩浩走到他面前。你既然来了，就陪浩浩玩一会儿吧，他很想你。前夫听到我的话，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。他看着浩浩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浩浩，爸爸陪你玩一会儿，好不好？”浩浩用力地点了点头，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，拉着前夫的手跑到一边去玩了。我站在原地看着他们父子俩玩耍的样子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前夫陪浩浩玩得很开心，他小心翼翼地陪着浩浩去，脸上满是温柔和宠溺，那种温柔是我以前很少看到的。我能感觉到他是真的很爱浩浩，是真的很想弥补浩浩，是真的很想回到我们身边。可我也知道，我们之间已经有了太多的伤害，已经有了太多的隔阂，再也回不到过去了。玩了一会儿，浩浩累了，跑到我身边，靠在我的怀里。前夫也走了过来，脸上露出了愧疚的表情，轻声说：“欣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陪浩浩玩。我知道，我以前做了很多伤害你的事情，我也知道，我没有资格再要求你什么，我只是希望以后我能经常来看浩浩，能多陪他一会儿，弥补我对他的亏欠。”我点了点头，轻声说：“可以，你可以经常来看浩浩，但是我们之间不要再有任何牵扯了，我们各自过各自的生活，就当是为了浩浩，好不好？”前夫听到我的话，脸上露出了一丝失落，但他还是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以后只会来看浩浩，不会再打扰你的生活，不会再给你添麻烦。”那天下午，前夫陪浩浩玩了很久，直到天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浩浩看着前夫离开的背影哭了很久，他拉着我的手轻声说：“妈妈，爸爸真的很好，他是不是真的不会再回来了？我们能不能让爸爸回来，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好不好？”看着浩浩期盼的眼神，我心里一阵疼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，只能默默地抱着他，眼泪不停地掉下来。后来前夫经常会来看浩浩，有时候会带浩浩去游乐园，有时候会带浩浩去吃他爱吃的汉堡，有时候会辅导浩浩写作业。他对浩浩越来越温柔，越来越体贴，可他从来没有再提过复婚的事情，也从来没有再打扰过我的生活，只是默默地陪伴在浩浩身边，弥补他对浩浩的亏欠。而我也渐渐放下了对前夫的怨恨，只是我再也没有勇气再给彼此一次机会。我害怕再次受到伤害，害怕我们再次重蹈覆辙，害怕浩浩再次因为我们的争吵而受到伤害。浩浩渐渐长大了，他也慢慢明白了我们之间的事情，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哭着喊着让爸爸回来，只是每次看到前夫都会格外开心，每次前夫离开都会依依不舍，有时候他会偷偷地问我：“妈妈，你是不是还在恨爸爸？你是不是真的不想和爸爸在一起了？”我看着他，轻声说：“妈妈不恨爸爸了，妈妈只是觉得我们之间已经不适合再在一起了。但是爸爸很爱你，妈妈也很爱你，我们都会一直陪着你，好不好？”浩浩点了点头，没有再说话，只是默默地抱着我。有一次前夫来看浩浩，浩浩突然问他：“
爸爸，你是不是还喜欢妈妈？你是不是还想和妈妈复婚？前夫愣了一下，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浩浩，脸上露出了一丝愧疚和无奈。他轻声说：“浩浩，爸爸很爱你，爸爸为你骄傲，也很想念你和妈妈。爸爸也想和你们一家人在一起。可爸爸知道，爸爸以前做了很多伤害妈妈的事情，妈妈已经不相信爸爸了。爸爸没有资格再要求和妈妈复婚了，只要能经常看到你，能陪着你，爸爸就满足了。”浩浩听了之后，低下了头，小声地说：“爸爸，我知道你错了，你已经改了。妈妈为什么还是不相信你呢？我真的很想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我不想再只有妈妈陪我，我也想有爸爸陪我。”前夫抱着浩浩，眼泪掉了下来，他轻声说：“对不起，浩浩，是爸爸不好，是爸爸没有珍惜妈妈，没有珍惜我们的家，是爸爸让你受委屈了。”我站在一旁，看着他们父子俩，眼泪也忍不住掉了下来，心里充满了挣扎和疑问。我常常会想，到底是我太固执，太放不下过去的伤害，还是前夫真的没有资格再得到我的原谅？到底是我应该再给前夫一次机会，给浩浩一个完整的家，还是我应该坚持自己的决定，带着浩浩过着平静的生活？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，我当初会不会选择不离婚？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，我会不会再给前夫一次机会？直到现在，我依然没有答案。我带着浩浩过着平静的生活，前夫也依然经常来看浩浩，我们之间客气而疏远，没有争吵，没有怨恨，却也没有了当初的甜蜜和温情。浩浩渐渐长大，他也越来越懂事，可我知道，在他的心里始终有一个遗憾，那就是没有一个完整的家，而我也始终在挣扎，在愧疚，在遗憾中生活着。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当初前夫没有那么好面子，没有那么暴躁，没有那么自私，他能真正改变自己，我们是不是就能一直幸福的生活下去？如果当初我能多体谅他一点，多包容他一点，不那么固执，不那么要强，我们是不是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？如果当初我们没有轻易说出离婚两个字，我们是不是就能给浩浩一个完整的家，让他在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？可人生没有如果，过去的事情再也无法挽回，伤害已经造成，隔阂已经产生，再也无法弥补。现在我只能努力工作，好好照顾浩浩，让他能健康快乐的长大，尽量减少我们的错误对他造成的伤害。可我心里始终有一个疑问，也始终有一份纠结。面对一个已经知错并且努力弥补的前夫，面对一个渴望完整家庭的孩子，我到底应该选择放下过去，再给彼此一次机会，还是应该坚持自己的决定，带着孩子继续过着平静却孤单的生活？而你们，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做？我有点不敢相信。你会选择原谅前夫和他复婚，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，还是会选择彻底放下，带着孩子独自生活？